天选之人，在宇宙的呼唤中，你似乎从未回应。今天我要告诉你一条重要的宇宙信息，你的身上蕴含着宇宙给予你的能量与智慧，在你出生之时就已经与你合二为一。请点个赞，开始接收信息。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荒谬，但细细思考，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它是宇宙间最神秘、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之一。能量就像水流一样，总是寻找着出口，寻找着接纳它的人。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把我们拒之门外，而是我们自己在无意中堵上了能量流向自己的通道。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能量，财富、健康和爱都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什么我们无法获得财富？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处理不好？其实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能量，就会吸引什么样的能量。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呼吸之中，这就是能量交换。万物非欲生，而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而不得不死。万物的生灭变化，其实就是能量的来回流动。我们是一体不分的，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能量交换而独立存在。无论是大自然、物质还是意识，都遵守着给即是的能量流动法则。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点个赞的原因，也是我平时视频结尾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着随喜转发，功德无量。从有形的方面来看，是获得了影片的点赞和转发；无形的就是能量已经在流动和传递。要知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宇宙发生着能量交换，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掌握这种能量交换的规律。我们所得到的都不是凭空来的，无论是顺境或困境，丰盛或匮乏，都是以能量交换的形式而来到的。有很多人在深陷困境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感慨，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他们觉得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来自于外部，或者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其实真相是这样的，你今天所体验的、所遭遇的、所拥有的，都是你过去曾经给予的，它们以另一种能量形态回流了。生命能量的新陈代谢，就如同所有生命形式都有的一个特征，新陈代谢。因为有了新陈代谢，我们才能成为生命体。新陈代谢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交换。宇宙中的能量交换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谁也无法阻止。当一种东西消失的时候，其实是能量转移到了别处，或者是回到了无限的流动之中。当一种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同样也是能量显化的结果，而这股能量早晚还会离去。宇宙是怎么确认你的身份的？那就是通过你能给出什么。你不可能给出你没有的，你不可能给出你所不是的。你付出了什么，那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你今天所得到的就是你曾经所付出的，你在不停地给，同时也在不停地得，你不得不给，也不得不给，给和的是同一个能量回路，当你给出的同时，就注定了要得到什么，当你再给，就是在建立能量流通回路。因此当你给出之时，能量已经发生了流动，同频率的能量或者相应的能量才会发生交换关系。简单来说，你付出什么品质的能量，就会得到什么样品质的显化。如果你想变得富有，那么你就必须首先给予能够吸引财富的能量。一个吝啬给予的人，最终会遭受匮乏，这叫失受同体。谁付出，谁得到；谁给予，谁回流。我们看似独立的个体，其实只是一个角色。我们以角色的身份与宇宙万物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而我们的本来身份是一体，宇宙万物是我们本来身份的无限分身，它们都是我们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说，你所有的给，本质上都是给予了自己，因此给出与得到的对立消失了，只有能量的流动。从表面上看，你给出的可能是食物，但是实际上你给出的仍然是一种能量。给出的同时，能量就发生了转移。能量交换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维持了宇宙间能量的平衡与和谐。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宇宙万物为什么要进行能量交换？不进行能量交换不行吗？这就如同在问，生命体为什么有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要有呼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物质和生物体的存在都需要能量，没有能量的支持，它们都不可能呈现出来。许多看似非常稳定的事物，其实在不断地发生着能量的流失。它只有通过能量的流入，才能维持能量的平衡，或者说维持它的稳定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熵增原理。万事万物都是无常法则的支配，都处在不断的能量交换之中。万物的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生着能量交换。其实宇宙在借此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体不分的，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不用能量交换而独立存在。大自然也遵守着给即是得的能量流动法则。花朵在盛开时给出了芬芳，然后它招引了蜜蜂、蝴蝶前来采蜜。采蜜过程中，花朵又得到了授粉，然后才能结出果实。花朵无法不给出，也无法不得到。动物通过呼吸给出二氧化碳，而植物正好需要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同时又给出氧气。有氧气才能让动物完成完整的呼吸。动物无法不给出二氧化碳，植物无法不给出氧气。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一体之外别无他物，所有的给出都是给自己。接下来我们人类又是幸运的，人类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可以完成自我转化或主动转化的物种。我们虽然不得不给出，不得不得到，
但是我们却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给出而完成能量交换，那就是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构造能量回路，我们的一言一行背后其实都是念头在驱动着，所有的念头都是特定频率的能量波，根据同频相应的规则，我们发出的这种特定频率的能量波会感召同频的能量波来到我们身边。比如果你是一个习惯于评判别人的人，那么你发出去的所有评判最终都会回到你的身上。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与宇宙发生着能量交换，你是你发出去的所有念头的第一承受者，从根本上讲也是唯一承受者。正如古语所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必须首先给出，然后才能得到。当你给予的时候，就启动了能量循环回路，给出的东西在特定的时候都会回到我们自身。这个特定的时候指的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如果你想改变你拥有的东西，那么你就必须改变你所给出的东西。你给出什么才会得到什么，这是能量流动的对称。高品质能量的给出会得到高品质的能量显化，低品质能量的给出会得到低品质的能量显化。已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一切皆有定数，老天自有安排，但并不是什么都不去做，只有到了一定境界，才能理解其中的玄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如此看来，定数也是由道所生。从虚无中来易经讲象数，象在数前，象是无穷变化的，数只是变化的规则。有生于无，又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太阳公转一圈比月亮公转一圈要多5天。阳气有余才有动能，阳气有余才应生机。因此一切皆有定数，是指自然规律不可逾越，即使天机不可悖逆，老天自有安排。是说要顺天应人，才能获取自然能量的加持。您若是因为这2句话就什么都不去做，一切听天由命，这样的话命运是不会眷顾您的。必须想法成为一颗抱阳的种子，才能在机缘和合之下得到上天雨露或甘霖的馈赠。所以人的气运和磁场仍是可以改变的，答案不是掌握在手中，而是萌发在内心。已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行善积德能获取自然能量的光芒，有如草木的光合作用。人本天地构经阴阳和合化育而成万物之灵，本是来自虚无之中的一缕灵光，自性原本光明，只因后天尘缘袭染，欲望纠缠，蒙昧愚顽不显罢了。阳光普照大地，日月星辰罗布寰宇，都是为了无私给予自然万物的光明与能量。
这种光明与能量，道祖称之为德。德就是来自虚空的能量，一种无私的利他精神。天地之间，唯有德能改命，就如光合作用一般。行善积德的人，能散发出人性的光芒，增加自个的福报。人若感到诸事不顺时，一定是内心阴郁忧愁积累太过的结果。这种不知不觉的阴性能量积累在身，是不易排出的。此时需要保持阳光的心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以行善积德的行为来生发内心的光芒，逐渐净化遣散内心的阴云雾霾，气运磁场也就慢慢随之改变。已经牵卦曰：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永远不自满，保持谦虚，依靠读书学习，则能获取古圣先贤的精神能量，蓄养气质和内涵。古圣先贤的精神能量也是从天地自然之中感悟而来，凝结成心血，付诸于文字传世，就是纯正的品德能量甘泉流淌。大凡喜欢读书学习的人，都能养得一身静气来，道理通明，内心澄澈，一种由内而外的书香味儿扑鼻而来，语气平和，举止文雅，这就是气质和内涵的蓄养。读书学习能开阔一个人的心胸和视野，能提升一个人的维度空间和思维境界，这是多读好书的结果。若读得尽是计谋权变之书，反而会变得冷血阴暗，郁郁寡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以获取短暂的欢愉。这与病人输血、输液、输激素没啥区别。读书学习也有选择，要多吸取阳光健康的营养，才能改变自个的气运和磁场。和能量大的人或平台在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大多数人的能量都是微薄稀散的，没有聚合或聚焦，这与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和位置有关。山南水北，向阳花木早逢春，这负阴抱阳的道理无处不在。植物不能动，是不能改命的，所以叫做树挪死人挪活。人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前提是坚持读书学习才具备选择权。但能力越大，破坏越大，所以行善积德仍是基础。才高若不厚德，必生灾殃。能量大的人处在光芒的焦点，能量大的平台处在时代的风口，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和风向。须以德为本，以财为用，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能量价值。人生最大的能量源泉，就是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找到人生的方向。选择拜能量大的人为师，正言正己，或选择能量大的平台为业，发光发热，这对改变自个的气运磁场是大有帮助的。毕竟个人的力量太渺小，若是处在不利的环境，凡事都往好的方面去想，
就能感召天地正能量。任何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人的心性也是一样，但心性各有玄机，若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就会越来越身不由己，被阴性能量左右和纠缠的比较多。心性定下来时，就如玉器，黄金与钻石是能吸附一切能量和光芒在体内的。这个玄机就是您的心念，凡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就能感召到天地之间的正能量；凡是若往坏的方面去想，就会被恐惧与彷徨、烟云迷雾笼罩。太上曰：祸福无门，唯心自照。这句话说的就是天人感应原理。您想什么就会遇见什么，怕什么就会来什么。迷雾一念间，心中有美景，气运自阳光。凡事多往好的方面去想，气运磁场也就慢慢随之改变。任何事情一半天意，一半人为，阴阳合之谓道。所以听天由命不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消极情绪。顺其自然是积极阳光的心态，无法区分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若要改变自个的气运和磁场，得能量、会能量、伪能量、正能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天机，其中得能量是基础。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投机取巧的人反倒看上去能量满满，不过前半生若是把自个的诚信透支殆尽，后半生的气运就没那么好说了。德不配位，终会能量反噬。若说命运缘一念，了然磁场在寸心。如何用能量交换原理改变自己的处境？人们都是能量交换的参与者，而且是被迫的参与者。只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在无意识地进行能量交换。当意识状态是混乱的，就会导致混乱的人生。既然我们不得不能量交换，也无法阻止能量交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有意识地运用能量交换原理呢？通过特定的给出，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主导自己的命运。根据施受同体原理，我们知道谁给出，谁得到，给出什么，回流什么。要想改变我们所拥有的，必须改变我们所给出的。给出是原因，获得是结果。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在原因层面去思考，而是着眼于结果层面。当结果出现的时候，他们拼命改变既定的结果，这往往会徒劳无功，因为事情的结局在你给出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你只能改变结果的表现形式，但是无法改变结果本身。我们必须在给出的源头下手。一、能量交换原理的初级应用。物质。所谓初级应用，就是物质层面的能量交换。布施其实就是能量交换原理的应用。你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就多付出财富；你想获取更好的人缘，就去多帮助别人；你想获得更高的智慧，
就多去分享知识。但是物质层面的能量交换不一定是等价的，低维能量总是被高维能量所摄受，甚至被清理掉。当你给出的能量比较低频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高频能量所摄受，你投出的钱很可能会打水漂，你生产的产品可能会无人问津。然而物质能量的维度较低，它常常被高维意识能量所调制，所以你发心很显得重要了。因为发心决定了你给出的物质能量的品质。如果你不情愿去付出财富，那么你付出的财富很可能会付诸东流。你不情愿去帮助别人，而强迫自己去帮助别人，别人也常常不会领情。你心中根本就没有爱，假装自己有爱心，终会招人厌恶。而能量交换原理的高级应用，心念作为高级应用，就是意识层面的能量交换。意识能量的维度比物质能量的维度高许多倍，意识能量可以直通我们的圆满自信，贯穿宇宙的各个角落和层次。我们给出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因为我们觉得念头是免费的，念头是不值钱的。在我们给出念头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舍得感，殊不知念头其实就是能量波，它就是意识能量，它比任何物质能量都要强大。只有意识能量才能够驾驭和操控物质能量。我们每一个发心都是在向宇宙发射能量波，而宇宙必然会做出回应。谁发心，谁承受结果。什么样的发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个层次上已经不是能量交换了，而是能量的创造显化。这是一种意识能量的创造活动。因为当我们发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定的能量输出对象，我们把能量输入到了整个宇宙之中，我们与整个宇宙发生了能量交换。你的发心不会改变别人，只会改变自己。你恶意的发心只会让自己招致恶果，你的善意发心也会带来善的结果。你想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你的发心是否真诚。你真心给予出什么，代表着你有什么。这是一种确认动作，向宇宙确认你的这种本来属性。你能真心给予财富，那代表着你拥有财富，这是在向宇宙确认你是丰盛的。如果你能够更多地展现自己的爱心，敞开自己的心灵，那么你必然能够得到更大的幸福和自由。最后要说的是，能量无法被你留住。如果你强行挽留能量，实际上就是阻碍了能量的自由流动。在能量的层面上讲，情绪甚至身体的非健康状态都是能量被拥堵而导致的。当能量恢复自由流动的时候，它们会自然地消失。所以说，你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更不可能留住任何东西，它们只是暂时流经你。你试图通过做出某些行为而留住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奏效。所有被显化的能量最终将会瓦解而恢复到无限的自由流动之中。无时无刻的能量运动
才是不变的。你想得到什么，必须通过给予的方式取得，你不可能凭空索取，你必须首先给出，然后才能得到。当你给予的时候，就启动了能量循环回路。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愿大家皆能得偿所愿，所行皆坦途，所求皆如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